大家好，这里是元宝人，本期呢就聊聊滔博哥吧。本来我的想法是呢，8强打完以后啊，把4强队伍在8强展现的游戏内容就稍微分析一下。但滔博这场大败啊，实在让我太吐血了。就不是不能接受你输啊，真的，只是这样输，我是真有点红温了。就我觉得 S 赛你打不过 T1 可以理解，赛前我想很多观众和粉丝也不可能说没有想过滔博会输吧。输了一般就找战犯，哎，救叉叉，心疼叉叉也就过去了。那 Faker 虐了咱们多少年了，说实话也都习惯了嘛。甚至你说像17年的 RNG 那样，你把 T1 逼到绝境，最后遗憾落败，我想大家也是心满意足的，毕竟也打出了 T1 不少东西，也算为咱们赛区扫清障碍，对吧？但现在呢，就只打出了 T1 的自信啊。其实是真不想出这期鞭尸性质的视频的，真为流量啊！当天打完，第2天我就出了，主要还是看完 Fly 和根吉那场被刺激了吧。有些话真的不吐不快，虽然结局同样是输，但人家 Fly 玩自己的东西，敢于去亮剑。虽然 Fly 也不是说每个怪兽都打出了效果，但又怎样呢？蝴蝶飞不过沧海，谁又忍心责怪？而滔博真的能够像 Fly 选手那样说出我倾尽全力，所以我没有遗憾了吗？甚至去年啊 ，LNG 同样也是被 T1 血虐，也是逆天下盘一大堆，5个人都干了，但起码也没被0-15啊。LNG 呢，他是玩自己的内容和体系，他真的没打过，遭中了，技不如人了。最后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可滔博就属于呢懵的，就从第1把开始你就知道滔博没有准备好这个 BO5，这让我非常难过呀。可能很多人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会那么破防，也可能是我年纪大了吧。就滔博这批选手也算是看着他们从年轻逐渐成长到后面成功的。我很清楚，年龄达到一定程度，水平他不是说我长1岁就低个20%，不是的，他是很突然的，可能一个新版本到来就下滑了，而且是断崖式的，你永远不知道这天何时来临，所以每个机会都是如此的来之不易。可真的，即便倒下了，我也希望看到的是，让我们观众能够奉上虽败犹荣掌声的那种比赛。所以当我看到滔博这样被当成弱智一样揍了3把以后，我就很难把自己当成一个乐子人啊，我觉得很可惜啊。就赛前吧，认为滔博会赢的人有，认为 T1 会赢的人也有，甚至你跟我说 T1 会3-0横扫滔博，我也认为不是没有可能，但过程是这样，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滔博准备的 BP 方向、打的游戏内容、选手的竞技状态，完全就是突破我想象的那种。就你能想象选手能打出这种操作啊？就老观众是真的懂我的，我不是那种喜欢去抠选手操作的人。但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呀？滔博有过3打2的机会，先到闪现嘲讽再接正义重拳，嘲讽的叫了个闪现直接拉开了。这什么操作啊 ？W 开智能施法了吗？还有小奶油这里就能这样被当面杀的吗？然后哥哥平时糙一点就算了，什么齐先锋啊这种逆天的失误我真的都忍了。毕竟我自己也说嘛，哎，失误就是 BO5 的一部分，对吧？我不苛求你完全没有失误，咱不双标。卡莎这把自己走上去接水鬼的 Q， 我也可以安慰一下，哎呀，绝境紧张啦 ，carry 啊，这个穿冰 Q 太阴险啦，吸附锁头啦。可这 EZ 到底是怎么能够在中路清线，准备打超虫团这么关键的节点，能够被霞不用任何技能就直接倒钩中啊？不是，这到底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呢？尤其这场比赛还是夹在 BLG 和 Fly 的比赛中间，就真的看得很下头啊。这还只是我随手找的失误啊，你随便找找都这么变态了，真的每个人都干了 ，Miko 和天也干进不到哪里去，可以说是糟糕至极。而更让我难受的还是 BP 的方向。就 BP 我们其实可以分成2大块，一个是临场的变化和思考，一个是赛前准备的方向。前者其实我冷静下来看，我觉得也还好吧，不是说没有妙手，但后者真的很让我难以接受。我觉得从 BP 内容来看，滔博就没有很好的做自己。如果你看过我的世界赛前瞻，就应该知道我很早就说过，这个版本你不要想追什么版本答案，而是要玩自己的东西。Fly 也证明了你真的去做自己，你不会差的。阿木木一样能够上班位，萨洛芬尼一样会被人恐惧，而滔博呢，不说博之无憾吧，连最基本的相信都没有做到啊。滔博打得很不滔博。我先讲，我不认为小炮脆神你选出来就输了，毕竟 Fly 的脆神是根基勇班的 ，Chovy 自己也一样在选小炮。那为何我还说他们没有做自己呢？因为整个 BO5 对上路的态度就不是滔博，滔博已经打了他们1年的上路抗压，下野起节奏，中路团战兜底了。69就是连体能力强，职责就是抗压。我记得我说过吧，就69不要想着去证明自己，你就做好你分内的活，对滔博来讲够了。可怎么这个 BO5 你突然就跟宙斯上刺刀了呢？前期抢兰博、养兰博、搬兰博，观众红文3步走的原因就在于你为什么要抛弃自己擅长的东西去和别人擅长的做比拼？咱不说纳尔武器不会玩，虽然这个也挺离谱的，但人家比维普也不玩啊。可人家是有加里奥、有厄加特、有诺手、奥拉夫这种自己的东西。69他应该是什么角色啊？老黑啊，啤酒人呐！你教练团队什么的都给69抢兰博。瑞士人他这种表现，打别的不说，打宙斯你打得了吗？你打不了，你就让宙斯选兰博选武器，我69拿个老黑去换线，被考一下怎么了？怎么了？你石油杯又不是没被考过，这个版本有换线呢、4强4个 BO5啊，就滔博跟 T1 这场从头到
到尾不换线，给人家 T1 笑嘻了。后面你什么加里奥什么 AD 凯南，我真的服了。会玩吗？你就拿。我说做自己玩自己的东西，前提是你会，你擅长啊。玩一整年的老黑铁皮奥恩，打 T1 开始拿凯南整单带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战略性失误。就像第一把看到对面是塞拉斯，选翠神小炮打猪妹塞拉斯没有问题啊。但由于滔博是1抢的兰博，你再配个对抗贼弱的翠神，那宙斯当然是无压力清刚赢的。而第二把好不容易做了一个稍微有点样子的 BP， 发挥是彻底发狂。就你说滔博和 T1 有差距，这点承认，但绝对不是15-0这样的差距。就觉得即便滔博这场输完发挥烂成狗屎，但我也希望这坨能够给各个队伍有点启发，那就是你不要因为恐惧而改变自己。滔博本质我觉得就是太怕被 counter 了，太怕上路被臭陀螺通关了。3把游戏我们没有看过滔博打过哪怕一次围绕下路的进攻，哪怕这种东西他们打了一整年。T1 为什么总能进化？因为他们什么版本都想怎样发挥自己擅长的东西。石油杯如此 ，S 赛也是如此。说真的，我宁愿看到69玩9桶，玩奥恩玩铁皮，甚至石头人，不好打就不好打，养爹就养爹，但选的方向对了，起码能像 Fly 那样打出一点自己的东西来。你能站着死啊？为什么8把库曼玉玺能够没有压力的刷钱，而我们要跟着 carry 啊吃尾气比游走？为什么瑞尔还在玩，还在前3手拿？你缺视野缺开团，为什么不能抢艾希？Miko 连洛都玩不了吗？哪个队伍会在1轮班去搬洛啊？问题核心就在于 T1 拿了匣后辅助游走没成本，这个东西很难理解吗？ Miko 赛后采访说，对 T1 的 BP 不了解，但我怎么感觉滔博打的东西我也不是很了解啊？真的，两边游戏理解有差别，打的方向不同，这很正常。BLG 和微博玩的也不一样，微博用发条能超神，大家都在找自己的版本答案和擅长的东西，可滔博擅长的和准备的就不是一个东西啊！上路3把拼刺刀，3把野辅去和对面野辅拼上半区的游走，甚至 AD 凯南都来了，你是滔博吗？玩这种不擅长的你不晕谁晕啊？你为什么不换线呢？不要跟我说 T1 换线厉害所以不敢啊！BLG 一整年换线都亏的队伍，打韩华都进步了，都去敢换，你滔博现在跟我说不敢换了，你不敢换那就烂。8强里只有滔博的3场没有做过任何换线，给 T1 对线对爽了。BLG 也好，微博也罢，瑞士人一样挣扎，但是他们不断的去明确自己擅长什么。你给左手玩发条就是输啊，他就是不好赢。但你给他塞拉斯，你给他能操作能秀的英雄，打G2那么难发挥的局都给你秀了，那后面打韩华空间更大，秀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就像小火龙这个英雄，很多队伍都在学Chovy学 Z 卡，结果就是你学了都死了，学不会的呀。每个选手就是不一样的，队伍也是不一样的。滔博输当然是技不如人，但输得如此丑陋，如此让人不能接受。就 T1 和滔博2个队的真实水平不会真的这么大，哪怕滔博有这有那的问题和缺点，369他再咒一儿也不可能3局下来一共就拿12个头啊，太畏惧了，畏惧 T1，也不相信滔博擅长的那套能够赢过 T1，所以没有自信去讲我69抗压养爹，其他路我也能够兜底拿下，所以游戏中自然发挥不出该有的内容。其实我还真的很喜欢滔博的 slogan， 就这个博智无憾，但每年我都觉得这个 slogan 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Fly 输了满堂喝彩，没有人怪他们不行，你知道他们尽力了，所以有2局看 BP 就知道走远了。可那又怎样？这个版本就是给你展示自己的呀。大家别看 Fly 选的怪，其实像阿木木、厄加特、泽利中路，很多都是下季赛他们在玩，然后世界赛再去扩的。根基绝境了，也不是豹女小火龙这种老东西嘛。那滔博绝境是什么 ？AD 凯南，我选个奥恩卡莎加猫，再配个盲僧阿卡丽，你敢选这种我都算你尽力了。算了，我觉得今年 Fly 和滔博算是一个很好的教材。Fly 之前是完全不和中韩约训练赛的，他们教练说怕被偷战术，而在 BP 方向上，他们也是独树一帜，基本上选常规阵容就记，玩自己的怪的就容易赢。其实就该相信自己啊！你看，哪怕是被大家狂笑嘲讽的 DK， 他们敢于亮剑的选出妖姬盲僧，打 DK 最擅长的他们那种前中期进攻，不也有模有样吗？相信自己，做自己啊！像韩华、根基这种队伍，不也自办蝎子吗？大家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东西，但你得先相信自己，再去思考版本，融入版本啊。而滔博就是看似跟了版本，把阿罗拉、永恩、蝎子版本用全练了，可往下你要拼自己的时候，就去跟风整什么加里奥、塞拉斯，你整了又不会玩，你还不如阿卡丽呢，玩啤酒人呢，你玩的不像自己，玩的不够自己。世界赛应该是每个赛区的队伍展现不同的打法风格和理解的地方，而不是千篇一律的跟韩国人的尾气学别人的理解，抄别人的阵容梯队。今年 S 赛我是重新感受到了英雄联盟比赛的魅力，就微博的 BP 理解制胜，BLG 的极致操作疯狂肉搏，到 Fly 的独树一帜博智无憾包括 T1 和大魔王的经典剃头，滔博的传统拉稀。但比赛就该这样啊！无论是 LPL 的肌肉对抗、疯狂打架，还是欧美的科研运营、黑科技 BP， 或者是 LCK 的极致运营、冷静攻防，大家都要做自己啊！真的你要做自己啊！曾经在 S6 嘛，有一支外卡队叫做 NAX， 当时他们在没有和韩国队约训练赛的情况下，用火男辅助、宝石辅助的黑科技双杀了北美，击败了 G2， 甚至还赢下了当年的 LCK 1号种子 Rox Tiger， 成为了史上第1支8强的外卡。
无论是之前的 ANX 还是现在的 Fly， 都比滔博更好的诠释了博致无憾这个 slogan。不是因为他们赢到最后成为了冠军，我们才说他博致无憾，而是面对强敌时愿意相信自己，用自己的方式挑战强敌，敢于拼搏，成为敢于亮剑的勇者。即便最后真的失败了，那你也可以说博致无憾了。